电影麦克风带你玩电影，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看完电影就爱逼逼的玄酱。今天我想跟小伙伴们推荐一部另类的越战题材电影《热带惊雷》。本片导演还有主演本·斯蒂勒曾经出演《我为玛丽狂》《超级名模》和《博物馆奇妙夜》等电影，是米国深受欢迎的喜剧演员之一。不过他却一直想过把拍越战大片的瘾。上世纪70、80年代，米国影坛掀起了一股越战片风潮，这一时期也诞生了不少的经典越战大片。我记得那是在1987年的某一天，天气东南风转西北风吧，在《太阳帝国》剧组里跑龙套的斯蒂勒毛遂自荐，饰演一名越战中的美军军人。结果收到回复自然是滚。一转眼20年过去了，斯蒂勒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死跑龙套的斯蒂勒，已经成为了20年后的不用再跑龙套的斯蒂勒了。他可一直没有放弃拍摄越战电影的梦想，历经10年的策划跟筹备，他终于在2008年推出了这么一部自导自演的圆梦之作《热带惊雷》。跟以往传统的同类电影相比，本片显得比较另类，是一部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的 R 级喜剧片。但它的场面十分宏大，制作又特别精良，可不是男同学们喜欢的那种羞羞的 R 级低成本影片。本片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斯蒂勒在《太阳帝国》剧组跑龙套时听到的军旅生活趣闻，再加上为本片担任军事顾问的戴尔·戴上校，他呢曾经告诉过斯蒂勒，那些大导演们在拍摄战争片时可是往死里折腾演员的，于是就让他产生了拍摄一部颠覆式越战片的想法。影片以戏中戏的方式讲述了5名演员在拍摄根据越战老兵回忆录改编而成的战争片《热带惊雷》时，弄假成真，卷入了真实战场的故事。本片中的主角每个人加入剧组可都是有不同的动机跟目的的。斯蒂勒饰演的过气动作明星斯彼得曼，他曾经凭借自己尴尬的演技饰演了一个精神病，被媒体誉为是票房毒药。为了拯救自己的过气危机，他渴望着通过热带惊雷来一个大翻身。杰克布莱特饰演的喜剧演员波特尼，他的拿手绝活是一个人分饰多个角色，但是因为放屁自带节奏而经常被观众嘲笑，他决定拖着自己肥硕的身躯转型硬汉。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拿过奥斯卡影帝的拉扎鲁斯，他因为在演技上寻求突破，挑战黑人角色，把自个儿整成了黑皮肤的黑人，让人不禁大跌眼镜。布兰登 ·T· 杰克逊饰演的则是希望通过参演这么一部越战电影打破世俗对其偏见的说唱歌星阿帕西诺。然而在影片的拍摄过程当中却屡屡遭遇不顺，这4个演员要么在片场耍大牌，要么在片场插科使气，严重的拖慢了影片的拍摄进度，气得投资方拍案骂娘。眼看影片就要陷入停拍危机之际，导演在一个越战老兵的怂恿下，决定把这4个难啃的硬茬推到越南野外的茂密丛林里，通过隐蔽的镜头来拍摄一部前所未有的真实越战大片。出人意料的是，端着道具武器的他们竟然遇上了来自金三角荷枪实弹的贩毒集团。一边是剧组的工作人员忙于逃命，另一边是这4个演员带着一个小龙套，身处在枪林弹雨当中却毫不知情。这场让人哭笑不得、阴差阳错的大戏该如何进行？这我就不再往下剧透了。对于本片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自己带着小板凳进行观看哦。作为一部筹备多年的心血之作，本·斯蒂勒真的为它倾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的同时，也往里面注入了很多古灵精怪的想法。嘲讽对象也从好莱坞的预告片文化到战争片里的突出元素，进而深入到了整个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绝对可以说它是撒开了花的玩。而本·斯蒂勒跪在草地上，子弹从他身体里呼啸而过的镜头，很明显嘛，就是恶搞了野战排中威廉达福的经典镜头。
而在角色利益上被批评没有演技只有肌肉的过气动作明星斯彼得曼，家中收藏了半打奥斯卡倾向的拉扎雷斯，靠庸俗低级喜剧为生的帕托尼，还有从歌坛混进电影圈的阿帕西诺，貌似这么4个人都有影射之嫌。至于他们的原型究竟是谁，小伙伴们自己慢慢猜吧。本片中除了几大主演之外，还有汤姆克鲁斯、凯蒂霍尔姆斯、托比马奎尔和马修麦克唐纳修等众多巨星加盟。眼尖的你有没有在影片中认出了他们呢？好啦，玄酱现在就要回家吃茫茫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如果我还说漏了什么，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补充哦。嘿嘿，关注、点赞、转发来一波。玄酱打卡下班了，咻咻咻。